理想 L9 对比问界 M9，这两台车同样都有空气悬挂，悬挂高度和阻尼都可调节，而且都主打舒适。那么到底谁的底盘更高级，舒适性体验更好呢？为此，我们把这两台车开到烂路上来体验一番。理想 L9 对于小坑洼的这个滤震表现，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速度再加快一点。我这个大坑之后，我能感觉到这个悬挂有点到它极限的感觉了，会有一些冲撞的感觉。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因为车身太软导致的车身的颠簸就是坑洼确实是太大了，已经是有一点这种冲击力通过这个悬挂溢出了的感觉但是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OK， 经过刚才这段体验呢，我发现这台理想 L9它的这个悬挂系统在这个空气悬挂的帮助下呢，整体的这个滤震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在特别大的那种坑洼会有一些震动和晃动总体上呢，我觉得还是符合它的这个定位的。理想 L9 开着确实是比较舒服的，而且那台车我也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我更期待的是这台问界 M9 在同样的路段下，它的整体表现会怎么样？它的底盘和理想 L9 之间有哪些差别呢 ？OK， 然后我们直接同样设置着舒适模式，然后把空气悬挂的高度调节到最高，然后去通过这一段烂路。准备出发，咱们先慢速的过这些坑洼。其实在低速下面的话，过这些坑洼的感觉也是比较柔和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小震动的处理相比理想 L9 来说呢，稍微再柔韧那么一点点，整体也是挺舒服的，但是它并不像理想 L9 那种全部震动都给过滤掉。OK， 我们速度再快一点。现在有很多的大坑，这台车在同样时速下，当我们开得更快一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相比理想 L9 来说，反而会更加平稳一些。然后它面对这种大的冲击的时候，其实悬挂的处理要比理想 L9 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它后端的悬挂呢，支撑性会更好一些，包括整车内的晃动、颠簸感都会少一些。另外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走这种烂路的时候，其实明显能感觉到这台车底盘的隔音表现也要比理想 L9 来得更好一些。然后过这种连续坑洼的时候，底盘的那种整体感还有厚重感都要比理想 L9 稍微再好那么一点点。总体来说，烂路体验理想 L9 对小震动的过滤更彻底一些，但底盘的高级感、厚重感以及隔音表现相比问界 M9 呢，还是稍微再弱了一点。